你还要继续是吧？对。现在什么心情？打死他！那是我搞。一定要挑战高。我不信过不了。那您在这个创业过程当中，咱们重庆给了您哪些政策、产业链或者人才方面的支持呢？如果当时你没有，我说真的吗？说假的？说真的，没有，没有一个子儿都没有。那这一次比赛其实超了4秒的这个时长，因为这4秒，因为其实它不仅是打败了我们国外的很多的知名的品牌，对于您，对于这个张雪机车来说，你认为这4秒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产生4秒呢？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那个车手当天他发挥特别好啊，这是一。第二，他和后面的人脱开以后，他就没有任何人去干扰他，他就完全进入一种自我的状态了。这个时候没受干扰的时候，他的就是完全能跑出他自己的节奏。但是后面那个集团呢，他是就比如说我是第2，你是第3，他是第4，你也想去超我，我还要防着你超我。那么我的走线，我要考虑你怎么走线，你走线的时候你考虑我怎么走线。其实我们2个是互相在干扰的，就是我们俩会损失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已经火热了1个礼拜的张雪机车和张雪本人。2026年3月28日，葡萄牙的波尔蒂芒赛道，一辆中国红的机车把雅马哈、杜卡迪直接甩在身后，冲过终点线，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达37年的垄断。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是连续2场的胜利，而且其中1场的胜利是那种压倒性的一种胜利哈，就是他把其他车队甩开的那个距离被称为一个真空期非常长的一个距离。那一刻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可是泣不成声啊，他妻子陈欣怡也是红了眼眶。张雪的故事呢，这几天很多人已经讲了很多，我们不想再重复了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主要想聊6个话题，就是说围绕张雪成名之后，他之前之后的那些贵人或者是牛鬼蛇神，咱们聊聊这些人。首先就是张雪背后他最大的贵人是谁呢？肯定不是别人不是投资人，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手里面保留着一本泛黄的账本，藏着整个故事就是他们这一路走来的创业艰辛。第二就是2024年重庆摩博会，有人就冲到了张雪展台，差点动手。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而且在这次冲突的视频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张雪在处理整个事情中那个非常成熟、非常真诚其实这也是他日后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性格的特质。第3点就是他师傅牙哥的故事。这个男人现在在造飞机呢，后面我们具体讲第4点，就张雪说政府1个子儿也没给，这句话可是引发了轩然大波。这2天，我说真的吗？说假的？说真的，没有，没有一个子儿都没有。那这背后呢，他又说了什么？这2天呢，他又澄清了什么？第5点就是陈光标说要送他一辆价值1300万的劳斯莱斯，然后张雪非常老道他直接把这个话题就甩回去了说要卖掉转给嫣然基金。陈光标大家都知道就特别喜欢蹭热点哪有热点他就说往哪儿捐钱呢，但是有的是真捐了，有的是没捐那这次又来蹭张雪了。张雪那也是应对非常得体，人家说要卖掉，然后把这个钱转给嫣然基金。陈光标之后坐不住了，又出来回应了，后面我们具体讲。我们接下来一条一条来说。在说张雪的贵人之前，咱们先来讲一个细节，就是在夺冠那天晚上，张雪机车那订单几个小时之内突破了5500台，全网都在喊中国制造崛起。其实中国制造崛起已经不是1天2天了但是张雪机车这个事儿把大家的热情又燃起来了，因为它打败了可是一众摩托车行业的霸主什么雅马哈之类的但是几乎就没有人注意到就在这个夜晚的2年前，这对夫妻才刚刚还清了长达11年的私人欠款。11年，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就还债那段日子里，陈兴一也就是张雪的太太，她用一本泛黄的手写账本，密密麻麻就记下了每一笔借款，每一次还款。大家看看这个账本，在他们成功之后其实为他们高兴之余，看这个账本的时候也真的能反映他们这一路的艰辛。他每一笔欠款还清了，就在旁边打个勾，画个爱心。最后他们终于做到无一拖欠。账本上的名字基本都是他娘家的亲人比如包括他母亲、小舅、大姑、小姑、妹妹从几千到10万，全都是陈兴一用自己原生家庭的信任替丈夫的梦想兜了底儿对，所以后来张雪我看采访中也说了一句嘛，他就说自己的老婆从来都没有让自己向自己家人开口借过钱。我跟你说，这个让老婆太难得了。所以很多人明确的说嘛，说张雪如果不是娶了这样一个老婆，就假如说娶了一个事儿特别多的老婆，
因为张雪在这一过程中，你想他本来呢是赚了一些钱的，然后很快的又把这个钱又去借了更多的钱去投入他更大的梦想，然后反正就是这个日子过得一直是紧紧巴巴的，可以说这10几20年就是一个类似于比较苦的那么一个日子，一般女人哪受得了？而且这种精神上的焦虑，是不是也会受不了？我刚刚还想说，李安的妻子曾经不是也养了李安3年吗？他张雪的这个妻子真的是更厉害了，10多年。因为张雪这个妻子，她不仅是要养着这个，咱不说养着张雪吧，关键她要承担更大的这种债务上的这种压力啊，是吧？还有精神压力。李安的妻子还没有这个债务压力呢，对吧？是的，对前途的未知吧。这个账本的第一页就是2014年，那个时候呢，张雪她是揣着仅有的2万块积蓄，带着陈星一从湖南闯到了重庆，租了一间只有10几平米的出租屋，可以说是漏风漏雨，没有厨房啊。钱刚到手，张雪转头就去买一个什么2手发动机零件。从那个时候起啊，就借钱就是他们家的常态，入不敷出的日子一过就是整整5年。他们这过程中还要养孩子啊，你想。最穷的时候，就2个人翻遍全身，据说都凑不到20块钱的饭钱。张雪呢，抱着刚换下的救急油，就跑遍附近的修车铺，才换了20块，买了2碗素面，没有卤蛋，没有夹菜，2个人分着吃完。陈星一后来说说那天他们没有哭，但我知道他的心在流血。说实话，我讲这个时候我都鼻子稍微有点发酸就挺不容易的。那么陈星一这个人呢，你看他是啥来头，就有这么强的这种忍耐力呢？他呢是张雪初中同班的同学，张雪14岁的时候据说就认定他了也是在早恋了。那这一段没人看好的早恋呢，2个人后来呢是在24岁的时候正式结婚。外人看来这是一对没有任何希望的小夫妻你看2个人学历都低然后结婚又早，是吧？现在网上不流传了一段视频吗？就是张雪成名之后大家都是去翻看她在湖南卫视在18岁的时候，张雪呢冒雨去追湖南卫视的摄制组，来死皮赖脸的要上电视要成为让这个车队看到他。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更精彩。这个时候，陈星一在干什么呢？他在那个县城的修理铺里面看店的就是他那个摩托车修理铺。这2个人积蓄全都是基本上那个时候全都耗光，就有点什么钱就要么用在这，要么用在那就攒不下钱。张雪呢也曾经短暂妥协过，进厂打过一段的零工对，而且你想，摩托车修理铺在很多人眼里看也不是一个正经工作嘛，就感觉是那种好像也看不到未来的一种对，不上大学都不像汽车修理铺，是吧？对。然后后来呢，还是这个陈星一先开口说出去闯闯吧，我们还年轻。就这样，他们去了重庆。可以说没有陈星一这个念头，也许就没有张雪机车。之后的故事就很多频道现在已经讲了很多然后我不详细展开讲，我就简约说一下就是他先是用2万块钱，然后他开始去改装摩托车挣了50万，后来就和合伙人一起开创了凯越机车这么一个创业项目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首款车型卖出了800台，然后那个时候张雪呢，她也第一次拿到了高工资就1万块钱的月薪，可以说凯越机车基本上就是一个稳定的成功了。他们当时也非常开心，觉得今后有保障了。但张雪这个人，他不是那种安于保障的人2024年的时候，他就和合伙人呢在发动机研发路线上产生了根本分歧。最后呢，他选择了净身出户，他没有要股权，离开了凯越。你想这个决定，一般的老婆谁会同意就不要股权，然后一个稳定的这个创业已经成功的企业不要了，自己出去再重新创业，这么大的风险和这么大利益的失去，谁会支持呢？他老婆就支持他了。他这个辞职信当时写的也是很豪迈他说我去追求我的星辰大海，但私下里呢，其实他也焦虑了挺久，就每天失眠掉头发。但陈新一就他老婆就问了一句话：你想清楚了没有？张雪点头了，陈新一就签下了这个房屋抵押合同来支持他新的创业，太了不起了。男的是不是都会被这种女的打动肯定这绝对是万中无一不是万中无一，应该是10万中无一的这样一个老婆就那么支持她自己的丈夫，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放弃一切的安稳，去追求一个不确定性，太难得了。可是这也是得是做出来了呀。对，那你说没做出来，那不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吗？所以说这是万中无一嘛，是吧？我想表达是，如果没有做出来，那很多人会说，如果他老婆不支持他，就不同意他出去创业，就在那个安稳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公司，那不是生活也有保障吗？所以说我估计陈星一也是在基于对张雪的充分了解基础之上的，因为
她肯定是最了解她老公的人，她对她老公是有信心的，而且他们对行业整体是有个判断和评估的。所以说起来简单，其实背后也许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深思熟虑，也未可知哈。那年的4月呢，张雪机车工业有限公司就成立了，他把它的名字就刻在了品牌里，说呢，如果做不好，这辈子就收摊了。其实他出来创业的这个时机也称不上是一个好的时机。因为呢，经济下行首先是吧，然后对，而且新能源车是我刚才也想说，现在电车兴起嘛，其实你看，而且电车现在越来越便宜了，电车几万块钱就到手了。那你说几万块钱就可以有一个车子开，谁为什么还要去买摩托车呢？对，你想汽车都越来越便宜的情况下，而且呢，新能源车已经卷到不行了，都卷到白热化了。那你做摩托车这个行业能好过吗？肯定也不好过。他公司的资金链呢也是几度断裂嘛，然后员工的工资差点发不出来。你能赚到的钱基本也都砸进了研发，不过好在他是走的高端哈，如果他要走低端的话，那估计真的是被就是被另一个行业的人给打垮了，就是大家都去买汽车了，买便宜的新能源车了，你没多少钱，几万块钱就可以买，所以呢，他做高端摩托车，走的是那种小众路线，还好最终我们看到啊，到截止目前为止，可以说他已经在创业路上取得了成功。账本的最后一页啊，就是2024年底，所有的打勾和爱心啊连成了一片。陈兴一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真实啊。他说：“我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但我的人生也是因为他的梦想而被更多人看见。”你说这多感人！家有贤妻，能把你感动成这样也是不容易啊。所以有一个网友评价，我觉得也挺到位，就说张雪这一路吃了太多的苦，她唯一没有吃过的苦就是爱情的苦。在陈兴一几个罕见的镜头里面，你看他虽然好像学历也不高，但是他那个气质啊。从容霸气，能独当一面。现在翻到一个，我以前我是一个喜欢写日记的人，我可能都写了好多本了，包括我刷到了，你们在老家打开那个箱子有那个日记本，包括那个就是早年的，然后包括我们创业中的，然后也有包括就是我喜欢写。就有的时候晚上写，就记录吧。我喜欢记录我的生活。然后呢，我今天刷了一句话，就是我以前写的哈，爱他如他所愿，非如我所愿。他在陪着张雪创业的期间，还生了2个孩子，然后管着这么一个比较困苦的家，记账管娃，流的汗水其实呢和操的心也不比张雪少哈。令人肃然起敬呢，可以说从来就不是钱。其实你看现在比他们有钱的人多了去了，但是这对夫妻非常值得人们敬佩。他们这一路走来那种隐忍、坚持，还有温柔。这种互相支持，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家庭和人。所以在夺冠后，这个张雪啊，曾经被问到说，成功最大的支撑是什么？这个男人沉默了几秒，说是欣姐就是我的底气，这辈子最大的财富就是她从没离开过我。确实也是。我们先看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视频，就是在2024年，张雪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在重庆的摩博会上。张雪机车的展台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正面冲突。世界上有哪一个品牌没死过人？那我问你一下，你回答我就行了。事故率大小问题，你讲还为什么避震是假的？你什么是假的？避震一点工作能力都没有。真的好不好？不要打架，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嘛。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可以调整凯越。如果我凯越的负责人一会儿就会过来然后就是之前的事，你是凯越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是的，决定也是朋友圈也是他让你发的。我发了什么样的朋友圈违法了吗？还是怎么样？没有违法，我们情怀打得太深了。很简单，你号称说你为中国摩托企业做了很多的一些贡献，对不对？你要为中国的车手要卖力，你要付出生命，你要付出一切，你要极致热爱嘛。是，但是中国的车手，你极致热爱到哪了？这是凯越的负责人。我们凯越的事情在凯越解决。OK， 姐，我们继续讲。关系我们讲道理，这里有这么多镜头，讲就讲清楚。好，看一下是谁在不讲道理，大家看得见。我操，我太喜欢了，我也喜欢，我太喜欢了，我也喜欢。来试一下呀。有这样节讲道理就好好讲。现在呢，我已经把负责人给你喊过来了。450双是不是你做的？是啊，是你做的啊。是。有没有问题？这个是有问题没问题，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好不好？跟车跟你没有关系。你是为。但是大家买车冲着你买的，对不对？这个
是不是冲着你我跟你说哈，第一，我不管做的怎么样，产品做的怎么样，哪怕我以前我问你，为什么要把一个不成熟且这个车他妈的有安全隐患的车拉到他妈的市面上？为啥？有你不在身高啊，是会有法院来解决，会有警察来解决。警察来解决。如果只是声音大就有道理。警察来解决，有天孩子管不住手，人死了。谁是你的谁？我好，没事，你不用负担。我问你一个问题：世界上有哪一个品牌没死过人？那我问你一下，你回答我就行了。事故率代表问题，你讲还为什么避震是假的？你什么是假的？避震一点工作能力都没有，6根拆出来，6根都一样。我这个问题我都不想跟你讨论。那为什么？我觉得你专业，我不资格和你讨论，好吧？承认就好。OK，我承认。因为你这个老婆就了不起了，我操！现在好好说。现在凯越的负责人在这儿，张雪当时负责这个事件的人在这儿，你有什么诉求，我们大家一起坐下来把它解决。你现在你是希望说当着这么多镜头来讨论，还是照我的那个思想讨论？我都可以。有些专业，有些不一定有你专业。但是你造车的话，应不应该全方位的？应该是的。为什么你会把一个你认为 OK 且不专业的一些调教放到一个量产车上？为什么不听我的意见？没关系。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意见？我为什么听你的意见？我告诉你，不要不听我的意见，因为我专业，你说了，所以你要听我的呀。OK，好，没毛病。你专业我也听，你行不行？你专业我也在贵阳对到我们现在双栏车架的结构，我们今天讨论技术问题呢，还是讨论什么问题？我们把核心讲出来好不好？我说张老板，我们在这儿把电梯留太足了，不要逼我太深。我讲很简单，这些孩子怎么办？哪些孩子？就是怎么了？俊杰是不是在你们出去比赛之后连训练都没有？他比赛受伤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健身房受伤了。健身房受伤了，第一那个法律为啥？我告诉你，你不要玩法律，我跟你讲是事实。他去买装备的时候，是不是你们原来妈的连装备都给人家买不起？翻译费是我给的，我公司给的，你们公司没钱给，不要放心。这是我知道不知道？因为我问的是事实，我有节目什么都有。可以啊，你去展示你的截图就好了呀。你说的啊？我说的。把一本手机给我。这里有这么多手机，你放心嘛。我告诉你吧，支持给我呐喊，支持！加油，王哥！让我走。还有诉求吗？还有诉求？不要打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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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不要打架，不要打架，不要打架的。我现在讲一下解决方案，你看行不行？我讲一下解决方案，你看行不行？好不好？所有的镜头都在这里看着哈。第一，促成犀牛王和凯越去比赛的这个事。犀牛王，又说王，不好意思，这个不是故意的哈，口误，不好意思。促成优兽王和凯越去比赛，这个是我促成的。现在我不在凯越了，但是我仍然把这个事情往结果的方向去推。您的诉求提出来以后，如果你的诉求是合理的，他不解决，他不承担，我承担。你知道张老板为啥我们没人解决？是因为所有人。你听我讲完了以后，你拆开方案行不行？好不好？你找到他，而且你也记住这个问题，你找到他。你如果认为合理，你就直接给人赔了；你如果认为不合理，你再来找我，我判断合理的情况下，他不赔，我赔了，好不好？你不要给自己打人设，你不用你赔，我凭着钱。我说解决方案，你又不跟我说。我的解决方案就是把事情说清楚，我要找你。我把我的方案说完以后，你再说你的，行不行？相互尊重一下，好不好？如果他觉得不合理，我也觉得不合理，我也不会赔。是我认为合理，但是他不赔的情况下，我赔。如果他觉得不合理，我觉得不合理，我也不会赔。那听我说，把我的方案说好了。然后我说的这个方案，你觉得你不能给人接受，不能，那就等他合作。然后您对我的这个处理方案是一定要了解了以后再判定他合不合理吧。我不是现在要你的答案，我们现在瞎说了解。是肯定这里是了解不完的，我们要把查经过、查合同、查付款，对不对？查完了以后，比如说1周他有那个方案，方案你的诉求他全部给答应了，你不就消气了吗？就完了吗？可以？为什么会存在赔的事情呢？哎呀，这个本身前提建立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不合理不合法就不赔不就行了吗？没有发现好人全让他当了。
好，然后你说你的方案，好不好？我没有任何方案，我只是来问你会不会你专不专业招不到车的这件事。问这个是吧？这个问题我今天不想讨论，行吗？好不好？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和你讨论这个问题，行了吧？好不好？这场冲突其实蕴藏着，就解释了为什么张雪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在这个视频里面冲过来的这个人啊，叫王柱，是国内资深的职业摩托车车手哈，在赛道和机车圈子里面其实都是颇有知名度的。骑车的风格据说非常狠，技术非常扎实，然后油门控制和弯道操控上都很有一套。圈内人给他起个外号叫右手王。他不光呢自己跑比赛，还做赛道的培训，曾经跟凯越机车有过车队和赛事方面的合作。那么他和张雪啊是怎么闹起来的呢？其实是2件事凑到一块了。第一件啊就是奖金的纠纷。王柱说自己之前代表凯越车队参赛，赛后呢应该有10几万的奖金被长期拖欠，多次讨要没有结果。他认为张雪啊曾经是凯越最核心的负责人，和这件事呢是脱不开关系的。于是啊就冲到了展会现场去讨要说法。第2件就是当众质疑新车的安全。王柱呢他以职业车手的这个角度来判断，说张雪啊曾经主导设计的这个车型啊，在结构啊、避震和整车稳定性上存在一些设计上的缺陷，卖给普通的车友，尤其是经验不足的人，很容易出现严重的事故。可以说这个现场是情绪非常激动，语气也非常强硬，说话尖锐。当时围观的人也是非常多啊，拍视频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场面是一度相当混乱。但是你看这个张雪啊，全程冷静啊，没有骂人，没有动手，一直在解释，而且他非常真诚，就是不怕摄像头拍他，就是说明他这个人心里非常有底气。而且他也说的比较明确，就是他已经离开凯越了，他已经也把那个凯越的人叫过来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而且非常真诚的说啊，他们如果你的诉求合理，他们不赔的，张雪自己赔。其实他离开了凯越嘛，其实这些东西就已经超出了他本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可以说张雪在较真这方面有一点罗永浩那种感觉啊，还真是。张雪全程的处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可以说得上是成熟得体。这就是一个优秀企业家哈一个特质，就是说呢，他心里有那个底气，他不怕吃亏，他要的就是给消费者的一个或者给大众的一个真诚。接下来我们就不得不提张雪背后的另外一个贵人，叫牙哥。我敬我师傅。就是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后期起的，才牛逼的。是的。其实你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产品出来以后。是的。你说这个我这叫狗屎，然后他们所有人都写狗屎。对，加油是吧？加油！哎，牙哥呀，原名叫张继兴，来自安徽蚌埠五河县，是国内较早一批职业的摩托车赛车手。职业生涯里呢，能拿下过14次的全国越野摩托锦标赛的冠军哈。哎，我插播一句，你刚刚说的这个其实李荣浩也是这里的，你知道吗？我之前一直以为他是台湾的。是因为眼睛比较，我以为他是韩国人，因为眼睛比较小嘛。就是咱们上一期做他和这个单依纯的事件的这个视频的时候，然后找资料，然后才发现原来李荣浩是安徽蚌埠的。张雪可以啊，你说他和你看最近发生这事儿都跟他有关，他是安徽蚌埠的，李荣浩也是安徽蚌埠的，然后张雪峰前一段时间去世了，那他叫张雪，是不是有一种什么玄学在里面？好，扯远了哈，咱们说回这个牙哥哈，牙哥为什么有这个外号？哎，你看是因为大家看一下，是因为他的牙齿格外的霸气外露啊，一眼就能看出那种不服输的劲儿，是不是？那他呢，24岁啊，才其实正式进入这个职业赛事，已经算比较晚的了。在一个讲究童子功的这个圈子里，他比同批的年轻选手晚了将近10年啊！他就是靠了一股不要命的狠劲儿，在硬生生的在这个赛道上拼出了牙哥他自己的位置。他拿遍了当时国内能拿的冠军，但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站上世界级的顶级赛事的领奖台。2007年的时候，在宿迁的一场比赛上，牙哥注意到了一个四处碰壁的年轻人，就是当时20岁的张雪。张雪那个时候已经在各个车队呢驻地之间来回进行奔波哈，一次次被拒之门外。年纪大，路子野，无背景，无资金，几乎每一条路都是硬伤。那牙哥看了这个张雪据说就看了他一眼，就觉得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当年那个不服输的自己。伯乐发现了千里马，这就很可惜，虽然牙哥他是伯乐，但张雪在赛车方面还真不是千里马哈，就是他在赛车上不太成功。然后反正他对张雪说吧，说你跟着我吧，帮我修车，业余时间呢练练车，
看你能不能成为一名赛车手。当时在国内的赛车圈，如果要跟着职业车手学一周车呢，大概要4、5千块学费啊，一周啊。这对张雪来说，那根本就是奢望。所以牙哥呢免了他所有的学费，然后又管吃饭，还在五河老家给他租了房。这2年呢训练下来，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摆在面前。刚才我讲了，真不是那块料。对，汽车的天赋不出书。然后牙哥呢，他也没有绕弯的，直接说哈，你呀连我都超越不了，更不可能成为世界冠军。然后他就说了另一句话，这彻底改变了张雪的人生方向。就是哎，我发现你修车挺好。对，就大家让他造车，说这是你唯一有可能成为世界冠军的方案，让别人骑着你的车拿世界冠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也算是伯乐了哈，就点醒了张雪。对，绝对。这句话就成了张雪真正的分水岭了。在2009年，就在牙哥的这个帮助下，张雪然后就去了浙江的阿波罗摩托车公司，踏上了机车研发的路。临别前啊，牙哥把自己拿全国冠军的头盔送给了张雪，拍着他的肩膀哈，就说：“你师傅啊，这么多年积累的所有资源，你拿去用。我身上多少钱我都给你啊，我留吃饭的钱就行了。你将来100%会成功。”估计他当时就看上了张雪那个坚定和自信那股劲儿了。这么说，那牙哥对他可真的是太不错了。而且这不是一句漂亮话而已啊，那是在张雪最难的那些年，包括什么讨薪失败、身无分文、连饭都吃不上，那是牙哥一次又一次据说给他转钱。然后陈兴一呢晒出的那个借款的账本里，2笔最关键的救命钱都是来自于牙哥哈。在这个张雪呢研发陷入了瓶颈，被圈子里的人质疑的时候，也是牙哥站出来说，即使整个赛车圈子都不喜欢你，师傅也会挺你。张雪研发这个水上漂摩托车，连人带车摔进河里，也是牙哥呀，然后陪着他继续改车。就算我这一次没有成功，但是我还会继续做。可能我做下一次还没有成功，但是总有一次我一定会成功。11月2日上午，张雪的水上滑行挑战拉开帷幕。一大早，河岸聚集了人群，大家都在等待激动人心的一刻。你能帮我分析一下成功率有多高？多少米呢？26米差不多。26米？差不多。最多只能达到10到15米。由于没有赞助，张雪只在车轮上焊了2块铁皮，作为摩托车飘行时的滑水板。看着如此简单的装置，记者担心起张雪的安全。你们可以放弃拍摄，但是我肯定要跑。为什么？我觉得挺危险。有点。要不放弃呗？危险我就不叫张雪啊。要不放弃吧？不要废话，我在市里面线路。一定要飞吗？肯定的。上午11点20分，张雪开始挑战前的热身试车，时间在1秒秒过去，张雪挑战即将开始。紧张吗？一点点，兴奋多一点。除了120急救车在场外，没有其他的安全保障。看着冰冷的河水，关于张雪的安全，记者还是放心不下。要不放弃吧？真的，我觉得挺危险的。可以了，说够了。你是不是对我没信心啊？11点30分，张雪的挑战开始了。还差多少？打个电话，让谁把那个雅马哈 W2 开过来。你还要继续是吧？对。现在什么心情？打死他！一定要挑战冠军。我不信过不了。虽然失利，但张雪非常亢奋，她执意换一辆动力更大的进口摩托车2度挑战。就算我这一次没有成功，但是我还会继续做。可能我做下一次还没有成功，但是总有一次我一定会成功。有点把握的了，坚决不放弃。那你这样做想证明什么呢？想说明什么呢？如果你没有去做那件事还好，如果你做了，
做了一半没做好，你没有把那件事做好，你是什么心情？不行，我得把它做好。用这辆没有经过任何改装的摩托车，张雪的挑战能成功吗？只差几米了，张雪与成功失之交臂。受伤了，伤这么多啊！你觉得这样值得吗？哦，这看一下，不能要不要去看一下啦？不用看，不用看了。节目帮他那个制作调整一下。给他那个，不用看了，不用医院不用看了，我知道自己身体没事。哦就有点皮外伤，这是经常的吗？那医生在哪知道的？有时候会这样。等着我再准备1年。可以说牙哥是从金钱到这个物质到精神支持，是吧？全方位的帮助了这个张雪。对，很多父母都做不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张雪为什么能吸引像陈欣怡、像牙哥这样的人，也是因为他本身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哈。就像你说，为什么马云能聚拢18罗汉呢？为什么其他人不能有18个人就拿500块钱的工资就跟你去干呢？那是因为这些人他身上确实有一种特质，让人去相信他啊，愿意跟着他，或者是说支持他去做这件事情。时间来到2006年的3月28号啊，就在前几天，张雪机车呢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的时候，赛后啊，张雪是第一时间就给牙哥打电话了。当时2个人隔着听筒，据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是能感知到对方的那种激动和那种心情。有人就问过这个牙哥说，张雪做过最让他感动的事儿是什么？他说啊，就是这次夺冠这次，他没做到的事儿，他托举了19年的徒弟替他做到了。夺冠之后呢，张雪在镜头前也认认真真的向全网喊话，希望大家呢能关注牙哥，因为牙哥呀现在也圆他的航空梦啊，在造飞机。就说如果有想投资的哈，不只可以考虑投资张雪，更可以考虑投资他的师傅牙哥。这几天就是各种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就是铺天盖地的过来，然后把我们都搞懵了，然后我暂时也应接不过来。但是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去处，推荐一个人，我的师傅牙哥。然后呢，他现在正在造飞机，然后他也正在融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艾特在下面了。这个牙哥呢是在2017年底，他和6个人耗资了120多万，亲手组装了一架小型的直升机，运回了老家五河县。他之前呢就研究过，就把张雪的这个820发动机的技术搭载到航空器上，就想让中国人用上完全自己知识产权的国产飞行器。他在安徽啊、昆明、老挝、柬埔寨布局了飞行俱乐部，100万的粉丝已经有了哈，视频累计播放量也高达1.5亿。这条路呢，可以说比闯赛车圈要难得多哈，但这个男人目前还在走。所以你看，在19年前，张雪一无所有的时候，是牙哥倾尽了所有为他撑起一片天。在19年后，张雪现在站上了世界之巅，他义无反顾的现在在替师傅的这个梦想在发生啊。在夺冠的狂欢里，牙哥呢也给他徒弟张雪敲了警钟。他说呀，张雪机车现在的胜利啊，有国外品牌疏忽的因素啊，绝对有啊。你看本田、雅马哈等100年企业，如果一旦发力研究一下你这个机车，是不是？那仍旧是会形成压力，所以张雪机车呀需要步履不停。所以你看这个牙哥其实是有大智慧的，在顺境时候为张雪喝彩，逆境时候给他托底，顶峰的时候又踩一脚刹车，是吧？这大概就是一个人一辈子能遇到的最珍贵的贵人之一了。接下来咱们就得说一点稀奇古怪的事了。就在张雪夺冠之后，有记者就采访问，地方政府有没有给他支持啊？张雪的回答很直接，说一个子儿也没有。那您在这个创业过程当中，咱们重庆给了您哪些政策、产业链或者人才方面的支持呢？如果当时你没有，我说真的吗？说假的？说真的，没有，没有一个子儿都没有。这句话在网上马上就炸锅了。
4月4号的深夜，张雪啊不得不深夜专门发视频澄清。他说他当时心里想的是自己没有拿过政府的钱，想说实话也想装一下。他说呀，他当时想表达的是，你看我自己就能干这么酷的事儿。他补充说呀，政府呢只需要把舞台搭好就很棒了，剩下的就是企业该做的事儿。他选择重庆呢，是因为这里是高性能重机配套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正因为重庆啊有这么好的土壤，我们才有可能在2年之内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这次我们张雪机车能获得冠军其实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我们国家，只要你能设计出来的东西，你就一定能找到优秀的供应商，因为我们的制造门类是最齐全的。其实即使这一次我没有获得冠军，也一定会有李雪、陈雪、王雪代表我们中国机车就会获得冠军。然后我也在之前的很多次，是在没有夺冠之前的很多次接受过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我都表述为什么选择重庆呢？因为重庆是摩托车配套资源最丰富，特别是高性能重机，因为它的精度各方面的要求都会更高。还有人才，行业人才，重庆也是全国工业制造门类最齐全的省市。我们张雪机车的工程师和中高层管理人员80%-90%都是来源于重庆。正因为在重庆有这么好的土壤，我们才有可能在2年之内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然后关于一个子儿都没有的这个梗，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没有拿过政府的钱，然后说实话也想装一下，就是你看我就自己就能干这么酷的事情然后政府其实他只需要把舞台搭好就已经很棒了，然后剩下的企业应该去做的努力。其实这段话的言外之意也很清楚，民营企业人家真正需要的也不是什么你这个政策那个扶持啊，或者甚至什么补贴，你就是少一点管控和限制，你提供个舞台，把其他的都交给市场。你看人家张雪的融资是浙江的创投企业来做的，3-4个月投了9000多万，这就是市场化机制在起作用啊。然而就在这件事呢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马上就有人就跳出来说张雪固然牛，但更牛的是重庆市政府的领导啊，领导是更牛啊，人家是有高人呢。我靠，这种话真的是让人无法形容。你看人家领导都没说话呢，你张雪是牛了，然后有些人就马上就给领导脸上去贴金去了，这明明是人家民营企业自己拼出来的，就是你说你们这帮人就上赶着，人家领导也没说啥，你就上赶着把这个功劳往领导身上装这让人极度的心里不适啊！我估计领导自己也心里不适啊。你就说这些人他是真的蠢呢，还是别有用心呢，还就是跪习惯了，这都说不准。我们想一想，你说重庆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摩托之都，靠的从来都是民营企业你就找一找吧，哪一家是国营企业？就是重庆那些大的摩托厂家，哪个是？那张雪的成功依托的就是重庆极其完整的零部件产业链，而这条产业链就是民营企业家们自己干出来的。其实没错，你如果把张雪扔到非洲去，他大概率是做不成现在的一切的。这不是说张雪不厉害，而是重庆那条产业链确实厉害。这条产业链可是花了几十年才形成的，包括材料、模具、制造加工、精密零件，这哪一样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呀，都是在民营的土壤里长出来的。现在的机器人、新能源车、电池、人工智能领头的全是民营企业，你看这说明什么？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才是中国经济繁荣和就业的最大的底座。如果要是都是靠计划，那张雪这种死磕到底的奋斗劲儿能迸发出来吗？所以那些一看到某个人、某个企业取得成功了，马上去舔领导，说其实都是这领导的功劳。就这种人，在21世纪的今天，在互联网如此发达、民智已经初开的今天，还要如此的去愚弄民众，真的可以说是厚颜无耻、匪夷所思。这不张雪成功之后嘛，除了刚才说的舔领导的，其他的各路人马也马上就跟上来了比如著名的陈光标彪哥专门哪里有热闹就往哪里来，哪里就有他。对，他一开始呢说是给张雪要送一辆他自己特别喜欢的价值1300万的劳斯莱斯，然后张雪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要把这辆车卖掉，把钱转给李亚鹏的嫣然基金。然后李亚鹏也回应了，表示感谢对嫣然的认可。
这个反应可以说非常的张雪啊，啥意思呢？就直来直去，毫不扭捏，非常真诚，不讲面子那一套啊。说到张雪这个人呢，你看人家初中虽然没有毕业，但他那种坚定和自信，绝对是刻在骨子里的。你看他任何访谈，你都能感受到。就你看2006年那段湖南卫视采访他的视频吧，就19岁被记者拒绝了2次，在19岁一个懵懂的年纪，大部分人啊，他依然能够纹丝不动，然后那种笃定的眼神。还有这种坚定的语气，我自己是觉得我很无奈了。为什么呢？我是做这种事的人，只有我会做。死缠烂打是吧？不达目的不求不罢休是吧？你这执着，这说的好听叫执着，说不好听呢？不好听就是赖皮的。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个特质啊，跟后来站在世界冠军领奖台上的张雪，其实他就是同一个人。有一次采访呢，他说的很直接，说当我比别人努力10倍的时候，凭什么不是我的，就是我的。你看这种坚定和自信。当然，人家彪哥身段也是非常柔和的哈。就在张雪说这个啊，我不要这个车，我就要把这个车卖了，然后把钱捐业人基金之后，彪哥呢先是发了一个微博，他说呢啊，我这个车是奖励张雪的啊，这个奖励2个字，你看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是不是？然后很快估计就有人提醒他了，他就把这2个字给改成更温和的词，然后也说呢，这个捐给嫣然基金这个心意呢，我也体会到了啊，我也同意，没问题，然后你联系我就行了。但张雪啊，估计就一直没联系他。然后彪哥呢，在昨天啊，然后就直接干脆人家就发了一个视频，就是在银行的窗口前，人家就直接给嫣然基金捐了1000万，而且有这个汇款单据作为证明，捐赠给嫣然医院的建设。亲爱的网友朋友们，你们好啊！鉴于张雪先生迟迟未来见面提车，现在我充分尊重张先生的意愿，特此前来将车辆变现的资金捐赠给嫣然医院的建设。说你看，哎，张雪，你们不联系我啊，但是没关系，我把你这个心意，哎，我就直接落实到行动了，我直接捐了1000万给嫣然基金，然后把这个汇款截图给贴出来了。所以说彪哥呀，虽然争议也比较多，包括从他怎么发家的，到他捐款蹭热度，然后有的真捐了，有的是假捐等等各种争议和说法啊。但是呢，彪哥这次可是真捐了，而且只要他是真捐款了，哪怕是蹭热度，咱们也给人家点个赞啊。可以说这几天伴随着张雪机车的超级成功，围绕着张雪的人和事儿层出不穷啊，包括他以前的一些视频也被大家拿出来考古哈。但最打动我呢，就是那个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打勾和爱心，还有永远支持他的老婆。而且我们必须要提醒一点的是啊，在夺冠之后，张雪机车目前仍然只是一家小众的新兴品牌。2025年全年的销量只有2.2万台，而行业里的第一大企业长江是卖了268万辆。张雪说3年要做到中国高端的第一，10年呢进入世界的前10，这条路其实还是远得很。还有一个更大的变量就是内燃机的黄金时代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呀，电动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张雪的发动机技术呢，放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商业规模的天花板其实是可以看到的，这是他需要认真想的一道题。当然了，我们非常为张雪感到高兴，因为他毕竟创造了只有爽文小说里面才能创造出的封神奇迹。他到目前取得的成功已经足够他和家人骄傲一辈子。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